我的玉红哥哥在哪里？女友高小磊刚醒，第一句话不是喊我，我站在病床尾，手上还沾着他的血。小磊，你还记得玉红？他妈声音都在发抖。当然记得，他一直在等我。医生低声说，选择性失忆，只忘了近2年的记忆。近2年，正好是我们在一起的时间。我看着他，2年，同居、争吵，半夜查手机，堵我公司门口，在饭局上把整家餐厅包下来，坐我旁边。他抱着我说过，你只能是我的。现在，他连我是谁都不知道。高富走到我面前，把一份协议递过来。李先生，小磊把你忘了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我低头看，分手协议，补偿金写得很漂亮。签吗？签。我连犹豫都没。他在病床上拉着郭玉红的手，眼神柔软。我签完字，把笔放下。没人拦我，没人看我。走出高家别墅那一刻，我终于松了口气。他们以为我被甩，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。情人节那天，金海下了一场小雨，我站在医院急诊楼门口，袖口还沾着他的血。高小磊出车祸的时候，我就在副驾驶，刹车声刺得人耳膜发麻，他的头重重磕在方向盘上。我喊他的名字，他没回应。救护车来的时候，高家的人已经在路上。金海没人不知道高家。高氏集团长着半个港口的物流线，地产、酒店、商贸都有布局。高小磊是高家唯一的女儿，金海大小姐。而我，李卫全，一个普通打工族，做供应链管理，月薪不过5位数，站在他身边，永远像个借位的人。所有人都觉得我高攀。急诊室外灯亮着，高富一身西装站在最前面，眉头紧锁。高母一直在打电话，秘书、司机、助理挤满走廊，没人问我一句。2个小时后，医生出来，人醒了，轻微脑震荡，没有生命危险，但存在选择性失忆的可能。我们一群人冲进病房，他睁着眼睛，脸色苍白。我刚想走近，他的目光却越过我，看向人群。他声音很轻，却清晰的刺耳。我的玉红哥哥呢？病房里瞬间安静。高母愣住，随后眼圈一红。小磊，你记得玉红？他点头，当然记得。他不是一直在等我吗？我站在床尾，像个透明人。医生解释得很专业，患者存在选择性失忆，只忘记了近2年的部分记忆。近2年，正好是我们在一起的时间。高府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神冷得像刀。那一瞬间，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，他不是忘了所有人，他只是忘了我。郭玉红很快赶到，她穿着浅灰色大衣，神情温和，走到床边轻声喊：“小磊。”她眼睛亮了，那种亮我见过，只是从来不是为我。玉红哥哥，你怎么才来？他笑得克制，路上堵车。高母在旁边抹眼泪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好什么？我低头看着自己手指上还没干的血。这2年，我以为他离不开我，现在才发现，只是我自己走不掉。医生建议减少刺激，让熟悉的人陪伴。高富当场拍板，玉红留下。然后他看向我，李先生，辛苦你了。你们本来就不合适，现在他的情况也不适合再见陌生人。陌生人，我和他同居2年，帮他挡酒，挡项目压力，替他扛过一次董事会危机，现在成了陌生人。高母说的更直接，魏全，你也知道自己条件，小磊现在需要的是能和他匹配的人。玉红从小陪他长大，他才是他心里的光。我没说话，郭玉红朝我点了点头，礼貌得体，眼神却轻飘飘落在我身上，不是敌意，是俯视。我忽然想起以前的他，他占有欲极强。我手机密码改了一次，他连夜把我从公司叫出来。你是不是有事瞒我？我解释半小时，他才松口。他会在我加班到10点时突然视频，把镜头转一圈。有一次我陪客户吃饭，他直接把整家餐厅包下来，坐在我旁边。你们继续谈，我不打扰。那天客户尴尬到筷子都握不住，他却理所当然。他说过一句话，你只能是我的。那时候我以为是爱，现在看是圈养。病房里他握着郭玉红的手，你别走，声音像小女孩。我站在一旁像个笑话。高富把我叫到走廊，秘书递来一份协议，你们的关系本来也没公开，现在签了，大家都体面。分手协议，补偿金额不低，足够我在金海买套小房子。他们甚至贴心的替我算好了未来3年的生活成本。我看着那串数字，忽然笑了一下。签字就行。高富冷声，对彼此都好。我没有争，没有闹，更没有解释。签字的时候，我的手一点没抖。高母松了口气，你是个懂事的孩子。懂事。我把笔放下，祝他早日康复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开，没有人挽留。情人节的医院大厅贴着粉色气球，外面雨停了。我回到我们住的别墅，那是高家名下的房产，我只是住客。衣柜里，他给我买的西装一排排挂着，我只带走自己买的衣服。抽屉里有他的备用手机壳，他的发卡，
他写过的一张便签。晚上早点回来，我把便签揉成一团。这栋房子从来不是我的，搬家很快，2个行李箱够了。临走前，我站在客厅中央，想起他半夜抱着我睡觉时说的话：“你要是敢离开，我不会放过你。”我当时笑着答应，现在想想，那不是玩笑，只是他失忆了，给了我一个出口。夜里，高家灯火通明，我把钥匙放在茶几上。司机送我到别墅门口时，问了一句：“李先生，还回来吗？”我看着那栋亮着灯的房子，2楼主卧窗帘半掩，他应该正靠在床上听郭玉红讲过去的故事。故事里没有我。我拉上行李箱，不会了。走出高家大门时，风很凉，手机震了一下，是他失忆前最后一条消息：“你敢离开我试试？”我盯着那行字几秒，然后关机。这一刻，我没有失落，没有愤怒，甚至没有遗憾，只有一种很轻的感觉，像肩上的重量忽然没了。我走到路灯下，回头看了一眼灯火通明的客厅，那里面的人热闹、富贵、耀眼，但不属于我。我低声说了一句：“终于轮到我抽身了。”我没有回出租屋，直接订了凌晨去外地的高铁票。候车大厅空荡荡的，我坐在角落，看着玻璃上映出的自己，像个刚从战场撤下来的人。2年感情说断就断，可真正让我喘气的不是失去，是松绑。高小磊的爱从来不是温柔的，他喜欢控制。刚在一起那阵，他带我去见他的闺蜜，席间有人调侃：“你这次能谈多久？”他笑着挽住我手臂。这次不一样，他跑不了，所有人当笑话听，只有我知道他说的是真的。他会查我手机，不是偶尔，是每天。我洗澡，他就坐在床边翻记录。这个女同事是谁？为什么点赞她的朋友圈？我解释一次，他听一次，下次继续。有一次我晚下班半小时，他直接把车横在公司门口，同事围观，他戴着墨镜站在车边。你手机为什么关机？电量没了。你不会带充电宝？他语气平静，但眼神冷。那天回家，他抱着我，声音软下来。我怕你不要我。我当时心软，现在回想，只觉得窒息。他不允许我有女性朋友。部门新来的实习生加我工作微信，他当晚就知道，删了。只是工作对接，我说删了，我删，他满意。第2天，他给我转了一笔钱，换个手机，用最新款。钱不是奖励，是标记。他习惯用资源把人套住，升职机会他可以打个电话，项目签约他一句话就能推进，但条件只有一个，围着他转。有一次我陪客户吃饭，对方是港口那边的大单子，谈得正关键，门忽然被推开，他走进来，身后跟着经理。今天这家餐厅包了。客户愣住，他拉开椅子坐在我旁边，冲我笑：“你们继续，我不打扰。”那顿饭谈崩了。回去路上我第一次发火：“你这样让我怎么工作？”他盯着我：“工作重要还是我重要？”我没回答。他靠在座椅上：“李卫全，你要清楚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给的。”那句话像针一样扎在心里。可我没走，因为他也会在深夜抱着我不松手，会在我生病时整晚守着，会在我加班后给我煮醒酒汤。他爱我，只是方式极端。我一直告诉自己，等他成熟一点就好。可成熟这2个字从没出现。车祸发生前1周，我们吵了一架，原因很简单，他发现我把一份重要合同给了副总去签，没有提前告诉他。你为什么绕开我？这是公司流程，流程是给普通人用的。他拍桌子：“你是不是觉得离开我也能混？”我那天第一次没退让，我不是你的附属品。他盯着我半天，忽然笑：“你试试。”那晚他摔了2个杯子，第2天又像没事人一样给我买早餐。他情绪起伏很大，极端，爱的时候能把天掀翻，生气的时候也一样。而郭玉红是另一种存在。他回国那天，我见过他一次，高家给他接风，他说话温声细语，给高父敬酒时姿态恭敬，对高母喊阿姨时声音带笑。高小磊坐在他身边，眼神柔软，我从没见他对谁那样。他送他花，不是昂贵的玫瑰，是小时候他喜欢的满天星。他记得他读书时的绰号，记得他第一次拿奖是在小学3年级，细节拿捏的恰到好处。他在他面前不发脾气，不查手机，不质问，像个普通女孩。我站在酒桌另一头，感觉自己多余，但我也看到一些东西。宴会结束，他路过服务员时，神情瞬间冷下来，动作快点，语气和刚才完全不同。他对高家项目流程过分熟悉，甚至在一次会议上替高富解释了一段供应链结构，那部分本不该他知道。他看我的眼神轻描淡写，像在看一个临时演员。车祸后，他迅速接替了我的位置，陪在病房，陪他复健，陪他回公司。
所有人都默认这是回归正路。我搬离金海那天，郭玉红送我到门口，他笑得很客气。这段时间辛苦你照顾小磊，以后他有我。话说的不重，却很清楚。我点头，照顾好他。他看着我，当然。高家别墅大门缓缓关上，里面灯光明亮。我拉着行李走向路边，手机还没关机，屏幕亮着。他失忆前最后那条消息还挺着：你敢离开我试试？我看了几秒，按下关机键。屏幕黑掉的瞬间，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：他失忆不是惩罚，是机会。我没有回头。高铁启动时，我透过车窗看金海夜景，霓虹闪烁。那座城市给过我野性，也给过我压迫。现在他留给我一个空位，2年感情收场干脆。他找到了他的光，而我终于不用再被他攥在手心。列车驶出站台，金海被甩在身后。我闭上眼，新的生活在前面。列车把我带到海城的时候，天刚亮。我没跟任何人告别，手机号换了，工作群退干净，连租房合同都让中介代办退租。我只带走2样东西：身份证和脑子里那套供应链账。海城不认识高家，也没人认识高小磊。我找了份工作，进了一家做港口集装箱代理的小公司，职位不高，活却杂。白天跑码头、盯装卸、对接仓库，晚上做表格，把每一条路线的费用拆到最细。老板第一次注意到我，是因为我把一个亏损项目改成了盈利。他以为我投机取巧。我把单据摊开，一条条讲给他听，哪段运输多走了10公里，哪家车队报价虚高，哪张仓储费被重复收了2次。老板盯着我看了很久。你以前做什么的？打工的。他笑了。你这脑子不该只打工。那句话像一把钩子，把我从原来的壳里扯出来。我开始接私活，帮小厂找线路，谈车队，压仓储费用。钱不大，但每一笔都落地。半年后，我攒到第一笔本钱，租了个小办公室，挂了块牌子。公司名字很普通，业务也普通，供应链整合。但我做得很硬，不靠人情，靠速度、账目、交付。第一次跟港口大客户谈合作，对方经理把茶杯一放，笑得轻慢：你一个小公司，凭什么接我们的单？我没争，直接把他手里那份报价单翻过来，指出3处成本漏洞。他脸色变了。这是谁给你的？你们自己写的。我拿出2份方案，一个按他们原流程走，一个按我的路线走，费用差距摆在那。他沉默半天，给我留了名片。你叫李卫全。是，下周来谈细节。合同签下来那天，我没兴奋，只是把账对了一遍又一遍。那晚回到出租屋，我洗了个热水澡，才发现手心全是汗。我不是天赋异禀，我只是太清楚一件事：被人捏着脖子的滋味，我不想再尝第2次。事业起势后，麻烦也跟着来，同行挖人、压价、抢线路，有一次还把我的车队在仓库门口逼我违约。我赶到现场，对方领头的是个胖子，脖子上挂着金链子。李老板，年轻人别太冲，海城这行水深。我抬眼看他，你堵我车，算哪门子规矩？他笑，规矩就是我说了算。我没跟他吵，把现场拍照，按流程报给仓库管理和港区调度，顺便把合同违约条款当着他面念了一遍。仓库经理赶来后，脸色很难看，金链子胖子想压过去，仓库经理直接回了句：你要闹，出去闹，别在我这儿。胖子没料到我会把事情抬到台面上，骂了2句走人。车队放行或按时出港。那天晚上，我在办公室把灯开到凌晨，合同、账目、车队名单、仓库协议全部重新梳理。我不喜欢靠运气，我更不喜欢把命交给别人。就在这段时间，我认识了于明艳。他是海城市局的警员，岗位不方便细说，但他每天穿着便装，也带着一股利落劲。我们第一次见面是我公司楼下的小饭馆，我赶着去码头打包饭时跟老板吵了2句，因为我订的盒饭被人拿错了，那人不认账，还推我一马。我刚要抬手，旁边有人把那人手腕一扣，动作干净。手放下，声音不高，压得住场。那人疼得直哼，回头看到他的证件，立刻怂了。他把盒饭递给我，以后遇到这种别冲动，先留证据。我接过盒饭，问了句：你每天都这么忙？他看我一眼：你也不轻松。他说话不绕弯，眼神轻，像把刀开过刃。后来我们偶尔在同一家店碰到。他吃饭很快，坐姿很直，手机几乎不看，注意力都放在周围。我跟他聊得不多，但每次开口都省事。他问我做什么，我说做供应链。他点头，跑港口的。那你得小心点，纠纷多。我笑了笑，我知道。他忽然说，你不像坏人，但像被人欺负。我没接话，他也不追问，拿纸巾擦干净手指，起身结账。这种分寸感让人舒服。我们真正走近是在一次深夜，我从码头回城，车胎爆了，停在路边等拖车。天冷得厉害，我在车里打电话，嗓子都哑。一束车灯停下，他下车，穿着便装，
外套扣到最上面一颗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指了指轮胎，爆了。他没废话，打开后备箱，拿出警示牌，放到路口，帮我把三脚架摆好。我说不用麻烦。他把手套往上拉了拉。你要是被追尾，麻烦更大。拖车来了，他跟着看我把车拖走，才转身离开。那晚我发了条短信道谢，他回得很简单，注意安全，没有多余的关心，也没有刻意的疏远。几个月后，我请他吃饭，他没推辞。饭桌上他问：“你以前在京海？”我抬眼：“你怎么知道？口音不像海城。”我嗯了一声。他把筷子放下：“京海那边的事结束了吗？”我看着他，忽然觉得有些话可以说一点。结束了。他点头。那就好。我们结婚很快，没有盛大仪式，只请了双方几个亲近的人。他穿紧礼服那天，整个人像一面旗，干净利落，眼神里没有半点虚。我第一次觉得家这个字可以很踏实。婚后他不查我手机，不问我去哪里，不盯我几点回，但他会在我出差前把药和创可贴塞进包里，会在我凌晨进门时给我留一盏小灯，会在我沉默的时候把热水杯推到我手边。他不说安慰人的话，却把日子过得很扎实。2年过去，我把公司做到了，能进京海的圈子，不想也得去。海城的业务想扩大，京海的港口资源绕不开。那天我收到一张邀请函，京海商会的晚宴，地点在滨海酒店。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。于明艳把外套搭在沙发背上，问我要去。我点头。他没多问，只说我陪你。晚宴那天，京海的空气还是熟悉的味道，湿了，带点海腥。滨海酒店灯火璀璨，门口停满豪车。我一进场，很多人目光扫过来，有人认识我公司的名片，过来寒暄：“李总，久仰，听说你们在海城做得很快。”我笑着应付，手掌始终握着于明艳的指尖。他站在我旁边，不多话，但气场让人不敢轻慢。酒过3巡，我去取饮料，回身时视线撞上一道熟悉的身影，高小磊。他穿着黑色礼服，肩颈线条冷白，像从聚光灯里走出来。2年不见，他更锋利了，眉眼还是那种高傲的弧度。他身边站着郭玉，西装笔挺，笑容温和，正和人举杯。高小磊的目光在场里扫了一圈，落到我身上。那一瞬间，他像被人当胸敲了一下，脸色猛地白了。他的视线从我移到于明艳身上，停了2秒，瞳孔收紧。他一步一步走过来，高跟鞋落在地毯上，声音几乎听不见，却让周围的空气都沉下去。郭玉红跟在他后面，笑意还挂着，眼神却变了。高小磊站在我面前，胸口起伏，像压着火。他盯着我，又看了一眼我手上的婚戒，声音发颤，却映衬着那股大小姐的姿态。李卫全，你怎么可以结婚？滨海酒店的灯光打在高小磊脸上，白得发冷。他站在我面前，呼吸明显极了。李卫全，你怎么可以结婚？声音不算大，但足够让周围几个人停下动作。我看着他，没有躲。为什么不可以？他像被噎住。郭玉红走上前一步，语气依旧温和：“小磊，别在这里说。”他没理他，眼睛死死盯着我。你当初说过会等我。我眉头动了一下。我没说过。他脸色更难看。于明艳站在我身侧，没有插话，只是轻轻握了一下我的手。那一下很轻，却让我心口落地。高小磊注意到这个动作，目光瞬间锋利。他是谁？我侧过身，我妻子于明艳。于明艳点头。你好，语气平静，没有示弱，也没有挑衅。高小磊的唇线绷紧。你知不知道他以前的事？我知道该知道的。于明艳打断他，声音不高，却让人无法忽视。场面开始微妙，周围几道目光已经聚过来。我不想在这种场合撕扯。高小姐，今天是商会晚宴，不谈私事。我把称呼改了。他明显一震。高小姐，那2个字把距离拉得清清楚楚。他忽然笑了一下。好，不谈私事。他转向旁边的人。李总现在在海城做供应链，对吧？听说发展的不错。语气恢复从容。这是他熟悉的战场。我点头。还行。他抬起下巴。高氏正准备拓展南线港口业务，也许可以聊聊。这话一出，周围几个人立刻来了兴趣。高氏的项目从来是大单。我看着他，有合作需求，可以走流程。他眼神一冷。你跟我说流程？我没有退。对。空气里像拉开一根绷紧的弦，
郭玉红适时插话：“李总，合作是好事，别误会小磊的意思。”他说话依旧柔和，像在替双方缓和气氛，可我听得出分寸，他在暗示我不过是个接单的。高小磊忽然凑近一步，声音压低：“你以为结婚就能摆脱我？我直视他，你失忆那天，我就不是你的了。”他的脸瞬间白透，像被人当众揭开伤口。你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。我语气平稳，当时是你们家让我签的协议。他瞳孔一缩，显然没人告诉他这件事。他转头看向郭玉红，你知道？郭玉红神色未变。那时候你身体要紧，家里做的决定，我不好插手。一句话，把责任轻轻推开。高小磊呼吸乱了，所以他是被赶走的。他声音里有压不住的颤。我淡淡开口，没有人赶我，是我自己走的。他盯着我，眼里情绪翻滚，愤怒、羞辱、不可置信，全堆在一起。你结婚了又怎样？这句话，他几乎是咬着牙说出来的。周围彻底安静。郭玉红皱了皱眉，小磊，他甩开他的手。我问他，我看着他，没有躲闪。结婚代表我有了新的生活，你没有资格干涉。他像被人当场抽了一巴掌。我没有资格。他冷笑，李卫全，你忘了是谁把你带进这个圈子？我眼神淡下来，我没忘，也没欠。这句话落地，场面更冷。他习惯所有人顺着他，包括我。他从没见过我这样。于明艳忽然开口：“高小姐，感情不是项目，不能想拿就拿。”语气平静，字却锋利。高小磊转头看他：“你知道他以前是什么样吗？”于明艳看着他：“我知道他现在是什么样。”这一句比任何解释都有力。高小磊的肩膀微微发抖，他不习惯被对视，更不习惯被忽视。主持人那边开始提醒下一轮致辞，气氛被迫松开。我对他点头，有合作，发邮件。说完，我带着于明艳离开，身后有人低声议论，我没有回头。晚宴结束回酒店的路上，于明艳一直没问，直到电梯里只剩我们两个人。他看着电梯门上的倒影，他恢复记忆了。还放不下，放不下的是控制。电梯门开，他没再说话。进房间后，他把外套挂好，转身看我，如果他找你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我没有犹豫，公事公办。他点头，那就行。他从来不问我是不是还在意，也不翻旧账，他只看现在。第二天，我刚到会场，就接到一个电话，高氏集团市场部，李总，高小姐希望下午和您单独谈谈合作。可以，带上合同草案。对方顿了一下，他希望私下见面。我语气不变，那就不用见了。电话那头沉默。半小时后，又一个电话打来，这次是高小磊本人。你连见我一面都不敢，谈合作可以，别的免谈。他呼吸重了些。李卫全，你变了，人都会变。他冷笑，你以为这样就能把过去抹掉？过去本来就结束了。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。下午3点，滨海3楼会议室。他直接定了时间，我没拒绝。会议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。他穿着白色西装，妆容精致，像重新披上铠甲。你现在的公司离不开金海资源。他开门见山，我可以给你港口优先权。条件？他看着我，你回来。我笑了笑，回呢？回我身边。他说的理直气壮，你本来就是我的。这句话让我突然觉得荒唐。你是不是忘了，你亲口问过别人我的去留？他脸色一变，那是我失忆，失忆不是免责。他呼吸急促，我现在记得了，可我不想回去。这句话落下，他彻底失控。你以为你现在有多了不起？他站起来，没有我，你能走到今天。我也起身，你给过我机会，但今天的一切是我自己拼的。他眼圈发红，我不信，你就是赌气，你不会真的放下我。我看着他，语气很平，我早就放下了。他整个人僵住，那一刻，他第一次意识到，我不是在演。会议室门被敲响，秘书探头，高总，董事会要开始了。他没有回应。几秒后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坐回椅子。合作照常，语气冷硬，但李卫全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。我没有接话。离开会议室时，我能感觉到他的视线一直跟着我，那种熟悉的压迫感又来了。但这一次，我没有被困住。走廊尽头，于明艳正站在窗边接电话，阳光从玻璃外落进来，照在他肩上。他看到我，收起手机，谈完了。他点头。回海城，回。我没有回头。
可我知道高小磊不会停，他习惯得到，也习惯掌控。现在他开始用项目、资源，甚至舆论压力，一点点逼近。而我清楚，这场纠缠才刚刚开始。高氏的合作没有停，合同按流程推进，项目组对接频繁。高小磊没有再提私事，但他出现的频率明显高了。有2次，我去金海开会，他都会在会议结束等在门口，顺路送你回酒店。我拒绝，他面无表情点头，转身离开。郭玉红则开始频繁出现在项目里，名义是战略顾问，实际上他几乎插手每一个关键节点。一次成本评估会上，他笑着拍了拍文件：“李总，你这套压价方法太激进了，港口那边不会答应。”我看着他们已经答应。他微微一顿：“那也要考虑长期关系。”我翻开资料，长期关系建立在清晰账目上。会议桌上气氛有点僵，高小磊坐在主位，目光在我和他之间来回。先按李总方案试一轮。他语气冷静。郭玉红笑了笑，没有再说。但那一瞬间，我看到他眼底闪过的不耐。项目推进2个月后，我察觉到异常，港口那边的回款时间被人为拖延，几笔费用被分拆进不同子项目，表面看合理，合起来却多出一截。我没有立刻发难，而是把所有数据重新梳理，合同原始条款、港区出货单、财务对账单，一页页核对。问题很隐蔽，像故意留出一道缝。我约了港口财务负责人见面，对方一开始打太极，这都是高氏那边本地安排，具体细节我们听指示。我把打印好的账目推过去，这里多出来的300万怎么解释？对方脸色变了。这是中间协调费。协调谁？他沉默。是高氏内部审批通过的。我没再逼。回到酒店，我把资料整理成完整报告，没有情绪，只有数字。第2天是高氏季度董事会，按原计划，我只需要汇报合作进度。会议室里坐满人，高府在主位，脸色一贯严肃。高小磊坐在他右侧，神情平静。郭玉红坐在对面，手边摆着文件。轮到我汇报时，我按流程讲完项目数据，最后一页，我停顿一下，还有一项异常。会议室安静下来，我把账目投影到屏幕上。港口费用分拆后，多出300万协调成本。高府皱眉，什么意思？我把对账单递过去，这部分费用未在合同约定内。郭玉红先开口：“李总，你是不是算错了？这笔费用是战略调整费。”我看向他，战略调整需要合同补充条款，这份合同没有。他笑了笑，很多事不需要写在纸上。我语气不变，高氏的项目一直是按制度走。这句话落下，会议室里几位董事互相看了一眼。高府脸色沉了。玉红，这笔钱怎么回事？郭玉红神情依旧从容，是为了保证港口优先级，我们私下谈的条件。私下？高府语气明显重了。为什么不上报？他顿了1秒。当时小磊同意的。空气瞬间僵住，所有目光转向高小磊。他明显一愣。我同意。郭玉红点头。你说项目要快，不能拖，我只是照你的意思办。他脸色发白。我没有批准额外费用，那是口头指示。他语气平和，甚至带点无奈，像是在替他承担，但话里每个字都在把责任往他身上推。我坐在位置上，没有插话。会议室气压越来越低。一位董事翻看资料，这300万走的是咨询通道，顾问签字是你。他指着文件，签名清晰。郭玉红。他终于有了一瞬间的迟疑。当时情况紧急，紧急到绕开财务。高府声音压得很低。高小磊盯着他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他看着他，眼神第一次有些闪躲。我怕你担心。他像被人扇了一巴掌，还是怕我知道？会议室彻底安静。我看着这一幕，忽然觉得讽刺。当初在晚宴上，他替他挡话，现在他把他推到前面。高副拍桌，暂停这个项目，所有咨询费用，财务重新核查。玉红，你先回避。最后一句话说得很慢。郭玉红脸色终于变了。叔叔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司，公司不需要自作主张。高副没有再看他。会议结束后，人陆续离开。高小磊站在原地，没有动。我收拾资料准备走，他忽然开口：“李卫全。”我停下。你早就知道，对吗？我只知道账目有问题。他盯着我，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？我看着他，我不是你的人。他喉咙动了动，说不出话。门口传来脚步声，郭玉红还没走远，他突然追出去。走廊里声音压低，却听得清。
你利用我。小磊，你冷静点。那300万，你拿了多少？你不相信我？你刚才把责任推给我。他沉默，几秒后，语气冷下来。如果不是你非要压向我用得着这样？这句话彻底撕开伪装。他站在走廊中央，脸色惨白。我从会议室出来，和他对视一眼。那一瞬间，他眼里不是愤怒，是茫然。他第一次意识到，那个温柔的玉红哥哥，并不是只为他存在。电梯门关上时，我看到他站在原地，一动不动。手机响起，是于明艳。结束了吗？晚上回海城。回。他停顿一下，你声音有点哑。空调太冷，多喝水。简单2句。我挂断电话。车驶出高氏大楼时，后视镜里那栋楼依旧气派，可里面有些东西已经裂开。我没有庆祝，也没有情绪翻涌，我只是确认了一件事：他当年的选择并不是光，而是影子。至于那道影子会怎么反噬他，那是他自己的事。高氏内部核查的消息很快传到圈子里，郭玉红被暂停，所有顾问权限，办公室清空，人也很少露面。那300万的去向查得很细，牵出几笔关联费用，具体结果我没有追问。但合作群里他的名字消失了，项目对接人换成了高氏财务总监。高小磊没有再参加会议，直到1周后，他出现在海城。那天我刚从仓库出来，车还没发动，副驾驶门被人拉开，他坐了进来。黑色大衣，没化妆，眼底青涩明显。谈，他语气很轻，却带着压不住的急。我没有立刻发动车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？你公司门口守了2个小时。他直视前方。你助理不肯说。我启动车子，驶离仓库。说什么？说你什么时候回来？车里沉默了一会，他突然开口。他被踢出局了。听说了。你一点反应都没有。跟我没关系。他侧头看我。你早就看出来了，对吗？我没有回答。他手指收紧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把车停在路边。那是你选的人。他愣住，像是第一次听见这句话。你就看着我被他骗。我提醒过账目异常。那不算。他声音提高。你明明知道他是什么人。我看着他。你当初也知道我是什么人。他呼吸急促。我那时候失忆。现在呢？他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。车窗外海风吹得很大。他忽然低下头。我以为他对我是真心，声音变得发哑。我以为他一直在等我，结果他在算钱。他笑了一下，笑得很难看。我是不是很蠢？我没有接这句话。他抬起头。李卫全，你是不是早就想看我这样？没有。那你为什么这么冷？我看着他。因为那段时间我已经走出来了。他像被抽走力气。走出来？对。他靠在椅背上，盯着车顶。你知道我恢复记忆那天是什么感觉吗？我没有回应。他自顾自说下去。我突然想起你搬走那晚，想起你签字时的表情，想起你站在病房门口，没人看你。他声音开始颤。他们告诉我，是我自己放弃的，可我不记得。我以为你会回来。我手握方向盘，没有说话。他转过头，眼眶红了。你为什么不等我？我语气平静。我不是等位的人。他怔住。你以前不是这样。以前我没有选择。他盯着我。现在你有。有。他忽然伸手抓住我的手腕。那我呢？我算什么？我把他的手轻轻拿开。过去。我把他的手轻轻拿开。过去。他眼泪终于掉下来，不是嚎啕，是压着声音哭。你知不知道这2年我怎么过的？我一边补记忆，一边发现身边的人都在替我做决定。连你走了，他们都说是为我好，可我根本没同意。我看着他，当时你在病床上，所有人都觉得那是对的，包括你。他愣住。我没有说分手，你没有说留下。这句话落下，他彻底安静。过了很久，他低声问：如果我没失忆，你会走吗？我没有马上回答。他盯着我，像在等判决。会。他身体一僵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再被控制。他闭上眼。我有那么糟吗？我想了想。你爱得太用力，用力到不允许别人喘气。他苦笑。那你为什么当初不走？我以为你会改。结果呢？没有。车内空气变得沉重。他擦掉眼泪，声音低下来。我去找过他，问他那300万。他跟我吵，说如果不是为了讨好我，不会冒风险。他说我太骄傲，说我离不开别人捧着。他笑。原来在他眼里，我只是通道。我看着他，没有安慰，也没有讽刺。他忽然又看向我。你现在过得好吗？挺好。他对你好吗？很好。他沉默。
他知道我来找你吗？知道。他点头。他不介意，他信我。这3个字让他眼神又暗了一层。我以前也信你，但我更信自己。他苦笑。我总觉得你离不开我，现在才发现是我离不开控制。他说完这句，像是终于承认了什么。车外有人按喇叭，我重新发动车子，送你回酒店。好。路上他没再说话。到了酒店门口，他下车前停了一下。李卫全，我看他，我还能补救吗？补救什么？我摇头。我结婚了。他咬住嘴唇。我不介意。我介意。他愣住。你真的一点余地都不给？没有。他站在车门外，风把他头发吹乱。你变得真狠。不是狠，是清楚。他盯着我很久，然后轻声说，我第一次低头，你连看都不看。我没有接话。就在这时，酒店门口另一辆车停下，车门打开，于明艳走出来。她一身便装，神色平静。她走到车旁，看了看高小磊，又看我。聊完了。高小磊看着他，眼里复杂。于明艳语气不冷不热，高小姐，夜里风大，早点休息。没有讽刺，也没有挑衅，只是简单一句。他拉开副驾驶门。李卫全，我们回家。这句话落下，比任何争吵都干脆。高小磊站在原地，没有再说话。我看了他一眼，那一眼里没有怜悯，也没有恨，只有结束。车子驶离酒店，后视镜里他的身影越来越小。于明艳没有问细节，只是把手放在我手背上。回家吃饭。我做了汤。海城和金海的合作还在继续。高氏内部调整后，项目重新梳理，流程比以前更严。我和高小磊没有再单独见面，他偶尔出现在会议上，神情收敛，话比以前少，看起来冷静了。直到那场峰会，那是华东港口联盟年度商业峰会，规格很高，各地企业负责人都到场。我作为海城代表之一，受邀发言。于明艳坐在台下第2排，她穿着深色西装外套，头发扎起，干净利落。我走上台时，灯光很亮，讲的内容很实在，供应链整合，成本压缩，风险分散，没有花架子，全是数据。台下掌声不算热烈，却足够认真。我刚准备下台，主持人忽然开口，接下来有请金海高氏集团总裁高小磊女士。会场一阵掌声。她走上台，黑色西装，神情冷静，她的目光扫过会场，最后落在我身上，没有停顿，却足够明显。她发言简洁，讲高氏未来布局，讲港口升级。说到一半，她忽然话锋一转，高氏计划与海城优质企业展开更深度合作。台下有人开始做笔记。她继续，尤其是与李卫全先生的公司。会场一阵轻微骚动。我站在台侧，没有表情。她看着我。我们希望在原有基础上成立联合项目组，由我亲自负责对接。这句话一出，意味太明显，不仅是合作，是公开靠近。主持人顺势问李总是否愿意，所有目光瞬间集中到我身上。我走回台上，接过话筒。合作需要评估，目前项目运行良好，不适合频繁变动。他盯着我，你怕变动？我看着他，我只看效率。他笑了一下，那你是对高氏没信心？台下有人低声议论，这是他熟悉的节奏，当众施压，把问题抬高。我没有接，高氏实力毋庸置疑，但合作不等于绑定。他眉梢一挑，绑定不好吗？对企业来说不好。空气有些紧，他忽然放下稿子。李卫全，你就一点旧情都没有？这句话脱离商业，整个会场瞬间安静。主持人愣住，我看着他，这不是试探，是逼问。他把私人情绪搬上台面，我没有回避。你当初失忆是天意。声音不高，却清晰。台下有人倒吸一口气，他脸色瞬间变白。我继续。那一天之后，我们各自走各自的路。现在谈合作可以，谈感情不必。他眼神一震，像被人当众揭开。会场气氛彻底凝固。高氏几位高管脸色难看，有人想上来打圆场，他却没有退。所以你真的放下了？他声音有点发紧。对，我答得干脆。我有家庭。这句话落下，我下意识看向台下。于明艳坐在原位，目光平静，没有躲闪。他站起身，走到通道边，没有喊我，只是站在那里。我把话筒递还主持人，合作提案可以会后，由团队对接。说完，我走下台，经过他身边时，他没有拦，只是低声说：“你非要这样？”我停了1秒，我没有演。他手指攥紧稿纸，
你以前不是这样，以前我没有选择。他看着我，眼里情绪翻涌，愤怒、委屈、不甘，全压在一层冷意下。台下已经有人开始窃窃私语，高市公关人员快步上台，主持人重新控场。我走向于明艳，他看着我，结束了。他点头，走吧。我们并肩往外走，会场门口的玻璃映出我们的影子。走到停车场时，我听到身后有人喊：“李卫全！”是他。他快步追出来，高跟鞋踩在地面上，声音清脆：“你一定要在那么多人面前说那些话？是你先提私事？”他呼吸急促，我只是想要一个答案。你已经听到了。他盯着我，你就这么绝？我说过，我结婚了。他笑了一下。你以为他真的不介意？于明艳没有插话，只是看着他，目光清亮。介不介意，是我们之间的事。他语气平静。高小姐，你应该把精力放在公司上。高小磊看着他，你不怕他后悔？于明艳淡淡一笑，他不是冲动的人，也不是谁都能牵走的人。这句话没有攻击，却分量很重。高小磊沉默几秒，忽然低声说：“我不甘心，我输给谁都可以，为什么是你？”他盯着于明艳，你什么都没有。于明艳神色不变，我有他现在的全部。空气安静下来，这句话像钉子一样定住现场。高小磊嘴唇动了动，却说不出话。他习惯赢，习惯别人围着他，习惯资源向他倾斜。可此刻，他第一次发现，不是所有东西都能抢。我打开车门，回海城。于明艳上车，我发动车子。后视镜里，高小磊站在原地，风吹乱他的头发。他没有再追。车驶出停车场，我没有加速，只是正常行驶。于明艳靠在椅背上，他不会轻易停。我知道，你会动摇吗？不会。他点头，那就够了。车窗外夜色深沉，峰会还在继续，灯光璀璨，但那些热闹和我已经没有关系。方向盘握在手里，很实在。前方路灯一盏盏延伸。这一次，我没有被拉回去。峰会结束后的第3天，我接到一个陌生号码，是我，高小磊的声音，没有锋利，也没有强硬。见一面。我沉默几秒。公事、私事，我本能想拒绝。他在电话那头补了一句：“最后一次。”我没有马上回答。地点我发你。他说完挂断。地址在金海海边的旧栈桥。傍晚，风很大，我提前到，站在栏杆旁，海浪一层层拍上来，声音低沉。他穿着浅色大衣走过来，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，没有助理，没有司机，他站在我对面，我们之间隔着1米。谢谢你愿意见我。说吧。他看着海边，没有立刻开口。几秒后，他问：“如果我没失忆，你会走吗？”这句话和那天车里一样，但语气不同，不再带试探，像在确认一件早就存在的事实。我没有回避。会。他闭上眼，风把他的大衣掀起一角。什么时候开始想走的？在你把餐厅包下来那天。他怔了一下。那次我发现你不在乎我会不会难看。他低头。我只是想陪你，你想掌控。他没有反驳。后来呢？你说我的一切都是你给的。他呼吸停了一下。那句话我是气话，可我听进去了。他沉默很久。所以失忆只是让你提前离开。对。他抬头看我。那如果我当时没有失忆，你会直接提分手？会。他笑了一下，眼里没有泪。我一直以为是我把你弄丢的，现在才知道你早就不在原地。我看着他，人不会一直停在同一个位置。他点头。我以前不懂，我以为只要我想要，事情就会按我想的走。我爸宠着我，项目向着我，连你也会让着我。他说的很平，可那天在峰会上，你站在台上说那句天意的时候，我突然明白，你不是赌气，你是真的走了。海风吹的人有点冷。他抱着胳膊。郭玉红已经离开景海，那300万他吐回来了。我爸把他所有权限都撤了。我点头，没有多问。他看着我，你一点都不好奇，那是你们家的事。他笑了。你现在说话总是把边界画得很清楚，以前没有边界。他轻声说。对。我们站在海边，没有靠近。他忽然问，你现在幸福吗？是。他爱你。唉。他点头。你爱他。唉。这2个字我说得很干脆。他没有再追问。风声盖过一切。过了很久，他轻声开口，我其实去见过他。我皱眉。什么时候？峰会之后，我去海城找他。我看着他。你说了什么？我问他，如果有一天你后悔，他会不会放手？他怎么回答？
他说，如果你有一天真的想走，他不会拦，但他相信你不会。他笑了一下，那种信任，我以前给不了。我没有说话，他抬头看我，李卫全，我是不是把爱和占有搞混了？是，他没有生气，原来那不是爱，是控制。他叹了口气，我以前总觉得你离不开我，现在才知道，是我害怕失去掌控。海浪又一次拍上岸，他把手从大衣口袋里拿出来，我不会再找你了，项目合作照常，私下不会。我点头，好。他看着我，你会恨我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那段时间也让我长大。他笑，听起来像安慰。不是。他盯着我几秒，然后转身看向海面。你知道吗？当初你走那晚，我梦见过你，梦里你站在门口，没有回头，我喊你，你没停。他低声说。醒来以后，我才发现，现实更冷。我没有接话。他把头发拨到耳后。这2年，我第一次这么安静，没有人围着我，没有人替我决定。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活。现在慢慢学。他回头看我，谢谢你当初走。这句话很轻，却很真。我看着他，你会找到属于你的生活。他点头，希望如此。风越来越大，他转身往栈桥尽头走，走出几步，又停下。李卫全，我看他，如果时间倒回，你还会遇见我吗？我想了想，会。他眼里闪过一丝光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段经历，让我明白自己要什么。他点头，那就够了。他没有再回头。我站在原地，看着他的身影一点点变小，直到消失在转角。手机震了一下，是于明艳。结束了吗？结束了。我在海城等你。好。我转身往停车场走。夜色降下来，海面变得更深，车窗外灯光一盏盏亮起，路很清晰。回到海城时已经很晚。于明艳在客厅等我，桌上放着一碗汤。他抬头，聊清楚了。他还会来吗？不会。他看着我几秒，那就好。我坐下，端起汤，热气往上冒。他忽然问，后悔吗？我看着他，不会。他笑了一下，那就继续过日子。我点头。窗外城市灯火安静，没有喧闹，没有拉扯。我忽然意识到，真正的自由，不是赢了谁，也不是甩开谁，而是能在任何人面前，清楚地说出自己要什么，然后不回头。